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情感导师于博宏老师欢迎，情感导师严品红老师欢迎，情感导师莎娜老师欢迎，情感导师新唐米娜老师欢迎。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4位情感导师的人生智慧，看看他们如何帮助我们的嘉宾朋友走出他们的情感困惑。来了解一下对这个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你的洁癖和强迫症真让我感觉到有时候适应不了。这个就很难改变，况且你不是现在适应的也挺好了吗？但我觉得这个不是主要的问题，我觉得主要的问题是你不能因为我生了孩子就好像抓住我把柄一样，就可以随便操控我，还说离婚，还随便怀疑我，你就这样式就很伤人。以后我再也不会说这种伤人的话了，也不会走极端的路线了。我不是建议你发脾气，但是你一发脾气不能总说那种狠话，说那么伤人的话。有请这对夫妻，有请。蒋先生32岁，来自黑龙江，自由职业，有请。李女士33岁，来自黑龙江，兼职驻唱，有请。欢迎两位哈。你这自由职业是咋个自由法呀？我是自己开店儿，做什么买卖呀？属于快餐麻辣烫。呵，挣钱吧？还可以。兼职驻唱什么概念啊？就是之前都是做这个，然后这2年怀孕生孩子就没上班，然后现在因为也带孩子，然后就偶尔抽空去。哦，今天为什么而来呢？我媳妇儿洁癖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让我现在我都接受不了。我每天回家仿佛就从我工作单位，然后来到了医院，全身都得消病毒啊，那酒精喷的我身上，咱就不说别的，我裤子都掉色了，确实喷的有点多。然后我每天我洗手的情况下，他必须得看着，他看不着的情况下，相当于你没洗。给我手有一天洗都洗秃噜皮了，因为他老糊弄，他每次洗手吧就是冲一下，或者是把香皂刚放手上就冲走了。我觉得根本都没好好洗，我就想让他好好洗，所以有的时候他没好好洗，我没看见，我就想让他再洗一遍。然后呢，每次我们去上超市啊，上超去买东西啊，有一天拎2大塑料袋的东西，我拎回去了。然后紧接着放在地上，拿酒精在家擦拭，我擦了1个小时。擦那个袋里的东西还是擦所有的东西？就仿佛就告诉你一句话：你来个小食品，像咪咪那么大的袋，你必须得4角全擦，然后这边上的后边有个棱，那个位置得开开，把里头得擦了，要不然太埋汰太脏了。为啥？因为我觉得那摆在那儿有很多灰啊，然后而且谁都会摸。你回家吃的时候，你不得拿着袋用手吃吗？我就必须得给它擦干净之后，然后才能在家打开吃。偶尔他就擦那1次，他就记住了。平时都是我自己擦，根本都不用他。家里可能应该没什么朋友去了吧？哎呀，朋友去的很少啊。这肯定了，都这样了，谁去你们家呀？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问题，我俩存在的问题。我觉得让我受不了这个洁癖啊。很多人是觉得洁癖是干净，但是我家这个是干净大尽了。让别人接受不了，这个好像就是有点问题了啊！还有啥吗？还有他是什么呢？强迫症非常非常严重啊！我就每天我要回家之后呢，我需要把衣服叠的四四方方、棱棱角角放在那个位置。如果这个衣服叠不好，看着你重叠，这个不行，重叠，夸张了吗？不能糊了，没有。就是他如果叠不好，以前都是我帮他叠，但我长期我就不想给他叠了。现在他如果叠不好的话，我就让他自己去叠。他叠好了之后，我再干别的，我就看着他叠。没说长期，为啥长期？处对象之前跟结婚之后不一样了。这个都是咱就不说小事了，适应了。到现在我适应了，适应的非常好了啊！每天进门这些步骤。晚上啊，假如我在工作1天的同时，我要回家了，可能是我有给自己安排1个小时娱乐时间，我需要玩电脑，我喜欢玩电脑，键盘正常是键子全在上面啊，我家电脑键盘得需要扣着放，上面摆的一堆全是我家孩子的任何东西啊，全往键盘上一放。我特意放的，就是不想让他玩，所以都扣上了，上面还摆的东西，就是不想让他玩。每次整完之后让我还原，我说这咋还原呢？有一次我想好了，拿手机照张照片还原一模一样，有一次忘了，我没还原，我摆的整整齐齐，告诉我重摆，必须摆到显那样，要不然你就别玩了啊！哎呀，我说这个我咋摆呀？因为这事儿我俩也是发生了争吵。你说这个我觉得强迫症你是可以有，但是这个人给你摆整齐了，你觉得这事就差不多就行了。
但不行，我必须得摆到，就是我这个东西在这儿，它就得在这儿，就是还得按照我那个顺序。它如果摆的整齐，但是没按我那个顺序也不行。现在给我整的，我家里咱就不说别的，有个水杯，我想喝口水，我都不敢，都放不了原来地方，老难受了，你都不知道。那个也得放不了原来地方，就是这个东西你拿走必须得放。结婚前呢？结婚前真没这些事儿，实话。从什么时候开始？那也不是，那是因为吧，那个时候在一起处对象嘛，不天天在一起。那结婚了，天天一起生活，保准那会有很多问题啊。那是我天天我又一直要求我自己也是这样的，我的东西我用完我也放到原位。你们俩怎么认识的？同学介绍的，17年的时候，挺瘦的，挺帅的，然后挺帅啊，精神小伙，然后我俩那时候也就觉得到了结婚的年纪了，然后相处都还可以，处了1年多就结婚了。生活里有什么烦恼吗？他愿意喝酒，我就挺接受不了的。那时候处对象吧，也喝，但是也许都会收着一些吧。但是结婚之后喝酒，一喝酒就喝多，而且他控制不了自己，他不像别人喝酒。喝到一个度，我不喝了，今天就这样。他不行。我打扰一下啊，你先别说了，这个喝酒事儿啊，因为我这人吧，怎么说呢？我这回来之后，我一般都跟我自己的朋友喝，从小玩大的朋友，因为我们本来就很能喝，我就10多瓶，一点不多，啤酒这种啤酒，对，一点不多。自从认识了我媳妇儿，哎呀，到现在反正就5瓶吧。她坐我旁边必多，现在我朋友都给我起个外号，出去跟笑话似的，讲5瓶。来了，讲5瓶，今天喝5个，是不是？今天喝5就不喝了。他不在，哎，我还能喝点。我不在，他必喝多。我也尝试过，我不在，他自己去，他绝对喝多。回来之后，那就是必须都别人给他送回来，然后喝的就是，哎，衣服也脱不了了，手也洗不了了，我就已经很崩溃了。然后呢，有时候还喝吐了，吐的哪都是，我还得收拾。回来之后他睡觉了，我得收拾到半夜我才能睡。所以你介意他喝酒的那个点是在哪儿？我没说不说你一口不能喝，但是你不能往死喝，喝的都自己啥都不知道了。然后回家躺地下搁哪轱辘。孩子多大？孩子不到2岁。男孩女孩？女孩。娃娃带的是不是特干净？哎，我家姑娘是非常非常干净，一天换8套衣服的。累吗？也会觉得有点累，但是我就是习惯。您是在哪儿唱歌啊？像音乐考吧啊。您唱歌的时候要坐着唱站着唱？站着啊。站着唱。对。要用麦克风？对呀。会拿吗？会消毒吗？那不会啊。那如果坐在那儿，比如说别人这个请你喝杯酒，特别熟的老朋友来了，请你喝杯酒，你喝吗？对呀，也会。那你会介意那个杯子很不干净吗？因为是在那个环境里的。那不会了。那不会的。对。哎，所以很有意思啊。所以很有意思啊。为什么在那样一个环境里，所谓的洁癖就没有了呢？那接下来问题又来了，你去那个酒吧里唱歌，是每次你在舞台上一定要那个话筒摆在那个点上吗？不会吧？那不是。不会吧？就是你会到那个环境里，你整个人都是放松的，对不对？所以你没有那么多要求。就是我觉得那个因为那是公众环境，跟你管不了。对，而且我不常待，我就也不会去特别要求。那你现在这个兼职唱歌，你同意吗？我不同意，因为我想让他真正当个全职宝妈，因为他出去唱歌的话吧，会碰到一些人呢，咱就说太多了，可能说我也不放心，说我也担心，作为一个男人也有责任。是。我回家看到孩子，他还一走唱歌去了，我回家我就得替我老丈母娘把孩子接到手，说我看孩子，我这边边看着孩子边担着心。但我觉得他这个担心就多余，因为我觉得吧，有了孩子之后需要钱的地方更多了，而且我已经在家待了好几年了，现在孩子大一点了，我觉得能脱点手了，我就可以，而且时间很短，就所以去唱歌开心吗？开心呢。但是他不让你去。对，他就觉得他不放心啥的。那我觉得都在一起这么多年了，最起码的信任应该有吧？这都我觉得不是什么，而且就是也是为了给他减轻一点负担嘛。然后还有一个，他玩游戏特别严重。这不现在我带孩子嘛，有的时候我要干点啥，我说你看会儿孩子。他玩游戏吧的时候有点沉迷。他听不见你说啥，跟聋了一样。他不是说每天就玩1个小时吗？他说的是电脑游戏，那手机游戏随时都能玩，拿着手机就能玩。举个例子，我说你过一会儿给孩子冲多少奶粉多少勺，我特意都已经告诉好了他了。但是他过了一会儿之后，他还会再问我，因为他忘了，他玩游戏的时候听不见你说啥。他答应的挺好的，知道了，但是过一会儿他就忘了。过一会儿说，哎，媳妇儿冲多少了？但我就会很生气，
因为我觉得你把这个游戏已经看得比孩子重要了，你的这个重点放错地方了。是不是换而言之，对他不太陪伴孩子，或者说对你有一些疏远，你心里不舒服？对呀，我觉得回家他就想的是，我有时间回家就要先玩会儿游戏，而不是说陪会儿孩子。就算你不陪我，但我觉得你其余的时间应该放在孩子身上。这个就算不陪我是什么意思？是陪还是不陪呀？就是我可以排到第二，孩子要排到第一。因为我问实际排法，是不是他现在对你有点疏远？对呀，他现在实际排法游戏是第一，然后第二呢？第二，孩子也很少陪吧，反正就是我们如果一起领孩子出去玩，就是周末呀，或者是过什么节领孩子出去玩，都是我假如说去淘气堡，我带孩子去玩，我喂孩子吃饭。但是别的宝爸，我身边的宝爸他们，人家都可以带孩子玩啊，那个喂孩子吃饭，他都不行。你可别说这个了，我跟你说这咋的啊？现在我这听明白了，我先给你讲解我俩这个问题啊。回家我是玩游戏了，有可能我玩手机，我只要是一动上这个手机，我必保有事来了。就是我媳妇必保得过来，这个不行，这不行，整那个去。我不玩手机，可能说跟孩子可能在一起啊。可能说没这些事儿，只要你把手机大概一拿上来，哎，事儿全安排着，明明白白的给你安排的，板板正正。其实我家孩子跟我在一起，说实话真很省心，他不是太作我，但我也能哄得很好。这出门的话啊，也不是像他说，可能喂饭我真喂不了，这实话。你喂不了的同时，你也不能说你强去喂这孩子，我怕喂的是多少啊，咱掌握不好。这是给我媳妇了。再玩一些东西，他说淘气堡，我根本就上不去那个滑梯，我咋跟他上？就我这体格子，那小孩那么大小孩玩的，我上去我钻进，有一次我都卡那里头了。然后再加上平时我也是抱着孩子，咱要是不说没事，你问我媳妇抱孩子完事了。出去的时候唯一能干的拎点东西，孩子不想走了，他抱一会儿。然后而且还有一个事儿，他吧亲朋好友左邻右舍都觉得他这个人脾气挺好，性格挺好，很好说话。但是他吧，轻易确实不发火，但是一发起火来的时候吧，他有点极端，他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那种。就是我记着我家孩子那时候刚过100天没多长时间，他要出门，我给他找衣服，我就随便给他找了一件衣服，他就觉得那个衣服不好看，然后说那我就穿这个出去吗？怎么样的？我说那你就出去呗，谁瞅你啊？你随便穿啥都行啊。他就不乐意了，我说那你就自己去找去，你就别让我找。他还说啊，我去找不给你碰乱了吗？怎么样？然后就因为这事儿就已经在吵架了。最后吵急眼了，他就把那个他衣服啥的都撇地上了，又嗷嗷喊，又敲墙啥的。我当时就非常生气，但是我还考虑孩子，我说孩子这么小，你当他这面喊，你就容易吓着孩子。你都当爸了，咱俩的话你怎么喊都无所谓，你也吓不着我。但是你会吓着孩子呀，那他也不行，还是控制不了，没完没了，吵了半天之后说离婚，怎么样的？我当时就挺伤心的，我说那以前怎么不说要离婚呢？现在有孩子了，孩子这么小，你说要离婚，气话，不负责任，气话。你以前怎么不敢说呢？这个离婚是气话啊，但是呢，我这些问题就是结合他的强迫症，咱不敢动啊。你这个东西，你给我找了衣服，确实不搭。那咱就不说一个男的出去，咱就说大概你得穿的差不多点。行，你怎么什么衣服都往你身上塞？所以对先生来说，今天的目的很简单，能不能让我在家里活得稍微的舒心一点？咱都不说什么是洁癖啊，还是强迫症，咱先不扣帽子。所谓舒心，就是我能在家里面，我想做，我想用个什么东西，可能不那么严格的复位也可以。对吧？对，就是要个舒心嘛。对，这是我的家嘛，我希望有一个更舒服的环境，对吧？这是您的要求是吧？对，您的这些做法已经让他觉得很不舒服了，愿意改吗？改不了，这哪能改？是不是？这是我的一个习惯。来吧，老师们看怎么办？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黄宏兄，生活在你们这个家那是真累。本可以过得很快乐的日子，却被你们过得如此的痛苦。洁癖就像赵老师说，我们对卫生有一些要求，甚至有些要求也有一些苛刻。这个很好理解，只是一种习惯。作为你自己，我认为值得尊重，因为你的生活习惯就是这样。但是不能强制的把自己的方式强加给自己的丈夫和其他的家人，
这就不对了。但是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您有没有去思考一下，妻子为什么你们结婚以后，有了宝宝以后，所谓的强迫症，它不断的在加深加剧。其实你一味的让他在家里当宝妈，他家里其实有很多的空闲时间，我可以这么理解吧？你妈妈也帮你在带孩子，那么他想什么吗？他原来本身就有一点过度，然后想的就是卫生、位置、孩子。为什么不允许他到外面去唱歌呢？作为一个丈夫，我们难道连这一点自信都没有吗？您让他到外面去演出，然后他的心思就在自己的事业上了，还什么强迫症，还来管你什么卫生？最多跟您说一下，干净一点，洗个手。否则的话，每天回来都让你秃噜了皮，您不信试试？谢谢。谢谢博宏兄。严老师，其实他的这种强迫也好，洁癖也罢，是源于一种内心的不安全，是想控制，就他特别怕失控，因为只要这个东西一失控，他就没有安全的感觉，他就害怕。为什么这么在意生活细节的掌控？因为他的生活他无法掌控。她的老公是一个让她不是很放心的男人，回家不像一个成熟的父亲能够给孩子很好的陪伴和教育，出门是一个控制不了自己酒瘾的人，会喝得酩酊大醉回家。给太太的感情上，他都已经卑微到说可以不关心我，但你要关爱女儿啊。就你给他营造的家庭氛围是不安全的，所以他为什么去工作的时候会开心很多啊？在那个地方，他找到了自我的价值，我没有失控，我唱歌有人喜欢我，好朋友来了说我们喝一杯酒，我觉得他认可我，所以他在那儿是放松，他没有要求那个话筒必须消毒，他没有要求跟他一起握手的这个人手你得给我洗秃噜皮，但他对你就是有，因为你让他不放松，因为你让他不安全。他为什么放在键盘上那些东西还要摆放整齐啊？他觉得那个游戏是他的情敌。你拿出这1小时去爱她不好吗？她当年那么漂亮一个会唱歌的姑娘嫁给你，你肯定是爱她、宠爱她、崇拜她，她才嫁给你的。但是今天她还不如你手里的游戏，她能安全吗？她能开心吗？所以我希望你抬眼看看这个女人，看看你们的女儿，去给她她想要的爱和温暖。妻子，我也想说的是，其实你的这种不安全也可以通过自己内心的成长去慢慢的消化掉，而不是一定说他要少喝酒，或者他不能再打游戏，必须洗10遍手，必须趴在地上把那个塑料袋1个小时给我清洁干净。通过自己内心的成长去接受自己内心的稳定。所以我也希望女士在做妈妈呀，包括我很支持你去工作啊，在这些不断的成长当中，还是要找到自己内心安全的稳定的东西，不要靠它。当然我希望先生赶紧成长，给这个家多一份力量感和责任感，好好过，加油，祝福你们，谢谢。谢谢严老师。山岛老师，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你的这些行为不叫强迫症，也不叫洁癖，你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求关注。如果真正洁癖的人啊，他其实无论是在公共场所，尤其是公共场所，会更不安的。就这话筒没法用，不擦一下没法用。你看刚才川哥问他，你的话筒要放在固定位置吗？那么多人过来跟你握手啊，什么杯子什么之类的，你自己带杯子吗？对吧？你一个洁癖的人不自己出门带杯子，你怎么叫洁癖呀？不是的。所以你要看到自己内心深藏的东西是什么。你要的是他对你的关注，你要的是在这个家里面凡事听你的，你要的是在这个家里面的掌控欲。再有一点，因为你初为人母，然后你现在整个的这个心情，为什么要出去工作？可能刚刚生完孩子，有一个我曾经的生活的一个现状和生活的一个情况被打破重组了之后，有不适应和不确定性，所以他需要通过种种的行为来慢慢适应现在生活的节奏。那我挺支持他回去唱歌的，我挺支持他去找到他自己曾经热爱的那份事业，这会让他的身心放松，回到家也会给你一个好脸色看，但前提是你得有作为。就是
男人是会比女人成熟的慢一点，在进入人父和人母的这个角色当中，妈妈永远是先进入的，爸爸永远是好像晚几拍，但是晚几拍，咱得尽快跟上脚步。婚姻最可怕的不是没有人陪伴，而是明明有一个人在我的身边，但是却对我的喜怒哀乐毫无觉察，对我的身心俱疲毫无关心。你不要成为这样的一个丈夫，也不要成为这样的一个父亲，那么他可能所谓的强迫症，所谓的洁癖也就慢慢没有了，好吗？好的，好，就这样。谢谢珊娜老师。来，米娜老师。我又和莎娜老师的意见有一些不同。我自己也是一个强迫症加洁癖，但没有那么严重。我们不是说在外头会受不了公共的这一些，而是在私密空间里头，一进了自己家门，忽然一下强迫症就会发作。东西如果不在原来的位置，就会觉得心里不安宁。如果水龙头不是亮的，就会觉得这个事儿没做，我得把这个事儿做了，我才能去做别的事情。这个事情就是我自己喜欢闪闪发光的东西，我喜欢东西放在原位，那么你们搞乱了，我再放回我的原位就好了。最多就是我自己每一次需要干个什么之前，我可能多花了一点时间来整理，仅此而已。我不拿这个事儿折磨别人。生活里头它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有一部分人他就是这个样子的，不是来自于我们求关注，我就一个人待着，但我必须得这样，我自己觉得放松。我在整理的过程里头，我内心慢慢的平静且安宁。可是最要命的是，如果身边有一个人不以为然，处处嘲讽，并且不但打破，而且对于妻子再辛苦复位这一件事情还要挖苦，正如您做的，他不是那一种可以自觉的打破这种秩序，所以得需要你放他出去工作，你就得让他忙碌起来。当他忙碌起来，他的秩序发作就只能够在休息日，比如周六周日。如果你让他天天待在家里不上班，他的秩序是天天都在发作的，因为他每天早上一醒来就进入到了一个无序的状态，每天只有收拾规整了以后，内心稍有平静，但孩子会捣乱，老公会捣乱，他就觉得我每天的生活都在被消耗，我每天就好像重复做着无用的工，是吧？我不停地做，孩子不懂，老公不懂，没有一个人领情，且所有的人都觉得我是添乱的，他的挫败感会越来越重。当他的挫败感重的时候，他的洁癖和秩序控会越来越重。想帮助他的话，其实真的很简单，先让他走出家门去。如果驻唱歌手这一个职业，您觉得可能对于你们家庭来讲略有点小小的风险，那么大家可以探索出来一些别的工作，别的可行性。但不要再说我希望他做一个全职太太、全职宝妈。做全职宝妈不利于你们孩子的成长，也不利于他自己个人的探索和发展。然后对于您来讲，就努力自救吧。我也是一个努力自救的过程，就是在我发现给身边人可能带来了负担，比如他们要进门之前问我究竟得穿哪双鞋，就是有的时候会那一瞬间自己觉得挺不好意思的，因为这是我的事儿，我不能因为我的事儿而折磨了其他人，所以自觉地调整一下自己，然后把自己洁癖的那一部分收到自个儿可控的一个范围内，其他的小孩子就让他解放天性好了，一定不要再把我们的这一种强迫症也好，洁癖也好，再去通过我们言传身教霍霍了我们的女儿。谢谢老师。谢谢米娜老师啊。动因推论的是不一样的，推导的结局是一样的，解决方案给您了，说吧。那么聪明，你不知道？多关心媳妇儿啊，还有嘞，多照看孩子，还有嘞，把节儿以家为重吧。还有嘞，少喝酒呗。还有嘞，少玩游戏啊。还有嘞，哎呀，没啥了，让我觉得。他最躲避的是他重新绽放光彩。你其实相当于把一只能够歌唱的白灵鸟困在了笼子里。回家为什没了？说了5点，唯独没有说放我太太去工作。那当然，这个东西要听他的意见，他是不是这么想的？他是愿意去工作，还是愿意留在家里？这个一定要尊重他。就是在妻子是全职在家还是出去工作这个问题上，
一定要以妻子为主，你真的不要，否则我跟你说太麻烦了。相当于你要改造一个人，或者你要对一个人的人生负责，你又负不了这个责。我们没有权利因为爱一个人，或者她是我的妻子，而剥夺她工作的权利，而剥夺她发光的权利。你不要怕，你不要怕跟别人竞争，你要坚信你是棒的，你吸引她，否则她干嘛嫁给你？这是我们男人啊，这男人心里面就那点小九九，你知道吧？你把那个拔掉也没啥了，就是一个建议，你们自己去想。时间留给你们啊，一起进入真情60秒。就现在通过4位老师说的吧，让我也觉得，我觉得你应该绽放自己，看看世界。也确实，现在就是家里让我觉得就洁癖强迫症，让老师说的也不算病，不算真正洁癖跟强迫症。你看好世界了，比什么都强了。出去吧，工作吧，干你喜欢干的事情。然后再加上我把我的所有重心放，也都是每天晚上回家之前是想的，哎呀，就跟回坐牢似的。现在不那么想了，把自己的心里的所有重点放在家里，放在媳妇儿你身上，还有跟孩子身上。这也是我作为男人的一个责任吧，把自己的自身的责任感放大，让咱们这个家过得越来越好，过得越来越充实。我也请求你的原谅我。哎呦，你那麻辣烫的买卖能开得不好吗？真会说，希望能做得到。谢谢两位，请回，谢谢你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61，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预测呗，肯定双出，至少这个丈夫在今天这个现场的表现和承诺是好的。哎，真的希望这个先生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说到做到。好，双出。来，双出，我支持他重返工作岗位啊。双出，其实不需要得到丈夫的批准，她也能工作。之所以要得到丈夫的批准，其实是为了得到丈夫的支持而已。能看到爱，来吧，看看人自己的选择呗，请开门。快去！还拿个劲儿，哎呦，你也就别拿着劲儿了，娃都给人生了，还在拿什么劲儿呢？真是，来站在这儿啊，好好相爱吧，来，一起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请亮灯啊！谢谢两位啊，祝你们幸福。来，请回。谢谢老师。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如果不是他父母阻拦我们，也不会流产。我这辈子是不可能原谅他们的。真希望他能把我们当初结婚时的事儿忘掉，彻底解开心里的疙瘩。考虑换来的是什么？换来的是你跟别人聊天。都过去那么久了，我在中间也真的很难受，就不能为我考虑一下吗？只要你对我好，我不可能做对不起你的事儿。有请这对夫妻，有请。王先生24岁，来自黑龙江，技术员，有请。张女士23岁，来自黑龙江，全职妈妈，有请。欢迎两位哈。娃多大呀？不到1岁。男孩女孩啊？男孩。谈恋爱谈了多久？谈了一年多。是自由恋爱还是别人相亲介绍啊？
自由恋爱。然后就要步入婚姻的殿堂。对，去家里提亲了吗？去了。岳父岳母喜欢你吗？不喜欢。为什么不喜欢呢？因为彩礼没给够。家里要多少彩礼？要20万。不少啊。因为我是农村的嘛，我家种地，几乎所有的存款啊都是用在种子、化肥，还有喷药上了，那个时候吧是没有钱的手里，我跟他父母商量是到冬天之后把这个钱过来，他父母不同意，意思就是你要现在就要过，他未婚先孕，都有孩子了，咱也不能拿人家，然后就凑钱嘛。大概借了一点借到不到20万，然后又去他家谈，借了大概多少钱？大概15、16万吧。他爸就是拿着这个孩子，意思你不把我钱都给我，我就不能让你俩结婚，我有点妥协了嘛。然后他爸又再次提出涨彩礼的问题，我听了之后就特别气愤嘛。等于说你们家没有拿姑娘有身孕这件事儿作为要挟女方的一个条件，对的，在积极的筹彩礼的钱，对。但是他的父亲看你们筹到第一笔钱之后，又提出要提高彩礼，是吗？是的。要提多少啊？我家还有就是往外借给村里人的钱，因为村里有很多种地的人钱周转不过来了，就然后去借给村里的人的钱。他爸的意思是说，你把这个钱给我，然后你再把你家所有开出去的那种借据全都给我拿来。这些钱大概有多少？大概有10多万吧。给了吗？没有。那孩子不得一天天长大吗？你们这一博弈两博弈，博弈了多久啊？因为他父母逼他，自己也吃不下饭呢，睡不上觉啊，就导致这个孩子流产了。等于现在的孩子还不是那个时候的孩子。对，后来就是因为流产了嘛，要养一段时间，他爸妈天天骂他，我就在微信安慰他们，那时候就没寻思能再走到一起。后来感觉两个人还是有一些放不开吧，放不开彼此吧，之后就又走到了一起。这个又走到了一起，是明媒正娶过来的，还是偷偷跑出来的？偷偷跑出来的。等于养好身体之后，您就从这个家里跑出来了。办结婚证了吗？办了。摆酒席了吗？没有。没有呢。那没去你家闹啊？没有要彩礼什么的呀？在他坐月子的时候，生完孩子10天左右吧，他妈给他打电话，没有一句是安慰他的，就包括他爸呀，打电话一直是在骂他，一直说他不孝。完之后说你就不用多给我了，你把这几年从小到大的上学钱给我吧，别的我也就不多要了。那又要多少钱？10万。给没给啊？没给。相当于说咱顺顺利利的把这婚结了多好啊，就是因为家里面这么闹腾，结果第一个孩子也没保住，是这意思吧？是。所以你心里是有坎儿的，你家里人心里也是有坎儿的，对不对？我父母说他又给你生了一个孩子，你应该把这些之前的事儿都放下。但是对我个而言，我也试过放下，但是每一次喝完酒之后啊，都会想起来，一想起来就会特别难过。我能理解你那个，等于公公婆婆人心很宽，就觉得事儿已经过了，就让你跟岳父岳母修复一下，该给钱给钱，该给彩礼给彩礼，是吧？但是你心里过不去，你觉得那是我的第一个孩子，怎么就没了？所以心里这个坎绕不过去，对吗？行吧，咱们先把这个放一放吧，毕竟是上一代的事儿，对于您来说别种那么深的恨，好不好？因为毕竟还是父母嘛，虽然他们做的确实很欠缺很那个，那就说说吧，你们生了孩子日子得你们自己过呀，你们这日子过得怎么样啊？就因为这件事发生之后，我们俩老有矛盾。有什么矛盾？就是他明知道我跟父母关系不好了，然后把他老开玩笑跟我说，你咋不回？你回家吧，要不你抱着孩子回家吧，就这种特别伤人。那他这个孩子诞生之后，这个做爹的怎么样？孩子一哭，他就没耐心了，他一点都不哄，然后导致他一抱孩子还就哭，孩子不跟他。我是想抱孩子的，我也非常喜欢孩子但是我因为要上班，我是一个农业技术员，我每天都是早上5、6点钟就走了，然后晚上8、9点钟才回来，很辛苦。那个孩子就晚上除了他和我妈，他谁都不跟，
就我想去亲近他，他都不是说的特别让我亲近，就只要一到我怀里马上就哭。平时就我休假的时候，我抱他，他都就是挠我，就是我现在就脸上这2块疤都是孩子挠的。那就是说他每天还是在忙碌是吧？还是在工作，并不是出去玩什么的是吧？是在车里打游戏。哦，躲在车里打游戏也不回家看宝宝。对，这是为啥？因为很晚了，都8、9点钟了。我吃完饭的话，就大概9点半左右了，他们都要睡觉了。我玩游戏的时候是跟我几个朋友一起要开麦交流的嘛，然后就是我怕吵到他们休息，我就自己去车里玩了。那你可以陪他聊聊天啊，白天也不在，晚上回来孩子睡了，不可以聊会儿天吗？我每次跟他说几句话之后，他就是一副特别恼怒那种口气跟我说话，就是特别烦。我看一天孩子，你什么都不管，我心里也很烦躁。但是你这一天不只是你自己看呀，我妈也是有帮你带的。所以你们俩现在的情感是不是比以前淡了很多呀，小哥？淡了很多。以前我俩谈恋爱的时候，我就是大半夜胃疼，他都能冒着雨声去给我买药去。现在就是我做饭或者是怎么的划破手了，一点感觉没有。我有一次在地里干活，这个手指肚，掀起来大概就是半拉手指肚的特别厚，这么厚的一层皮吧。回来之后，他就问了一句：“你怎么了？有没有事儿？”然后他就不管了。我有孩子要管我怎么管你？啊，是，那咱们不说这个。我感冒发烧的时候，你在那边玩你的，在那刷短视频跟男的聊天，你也不会过来搭理我一下。我为什么跟男的聊天？那不就是因为你长时间就是他有的时候就是没事跟我闹气，然后吧就不搭理我了。然后吧我想跟他说我心里话，他不听，那我只能跟陌生人说我心里话，他不听我说。我想搭理你啊，我每次跟你说话不到3句，你就已经开始急眼了，我怎么继续讲讲？你打人不分轻重，谁打谁？他有的时候我跟他说，给他说急眼了，他就是上来就是有时候2嘴巴子呀，有的时候是2脚啊，他打人从来不分轻重。你跟他动手？动过一次。是在网上跟别人聊天吗？不是因为这事儿。是因为什么跟别人聊天？因为就是那段时间他出差了，他忙嘛，他有时候就不搭理我，好几天不搭理我，然后吧，我觉得我就是那个就是纯跟别人聊天，说心里话，怎么地，然后他就有一次被他发现了。男网友？对，很多男网友。什么叫很多男网友？7、8个吧。聊什么呢？聊一些很暧昧的话。你指的很暧昧的话是指什么？就是很亲切的昵称，然后会聊一些很触犯2个正常朋友的话。比如呢？比如一些隐私的话题。那么他们那个昵称叫什么呢？乖乖。他叫别人还是别人叫他？别人叫他。那他叫我，他给别人备注哥哥。在他身上我能管得住他吗？我不让他叫，他听我的吗？是，那你为啥要给他备注改成哥哥呢？我什么时候把他备注改成哥哥了？那你说的所谓隐私的话是指什么？情侣该说的话。那你肯定看了以后很愤怒了。非常的愤怒。你是觉得无所谓，姑娘？当时是这么感觉的，但现在不是，现在感觉我当时做错了。你是认为你比较因为孤独、寂寞，没有一个依靠，所以在那个时候在家没有人理解我。哦，所以在那个时候在网上就找到了这么一个出口，是这样吗？是的，宣泄的出口。对，我们这么理解对了啊。他是一个特别善于找借口的人啊，就是他会只要这个东西你拿不出来真凭实据，他会一直跟你就属于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就包括他男网友这件事都是，我把聊天截图都截到手机里了，然后我去问他都是不会跟我说，直到我把截图发给他的时候，他才开始跟我说啊，我错了，对不起啊，他怎么样。这事儿你能原谅他吗？就能过去吗？在你心里？因为孩子只能选择原谅。孩子才1岁，我不希望孩子还在不懂事的年纪就成为单亲家庭。也就是说，你曾经考虑过要放弃这段婚姻关系，是吧？是的。这个事儿是不是心里特憋屈？特委屈。那我们把2件事摆在一起，你觉得哪件事更让你委屈？哈，一件事就是因为他父母的阻止，第一个孩子没了；第2件事就是他一个人在寂寞的时候。跟网友在网上去闲聊，哪件事儿你觉得
更过不去，还是两件事其实你都过不去？这两件事我其实都没过去。我现在跟他在一起，我也没有说任何别的心思啊。我跟他在一起，就是因为她一个女生，她能为了我给家里都闹翻了，孩子也没保住，她还能选择跟我在一起，我感觉她已经很好了。所以说我在如果她能改的前提下，我是可以试着放弃男网友这件事儿。明白了，就是与他父母逼着要彩礼而导致第一个孩子没有的这件事儿相比，就这件事儿你是一辈子过不去的，对吧？但是跟男网友那件事儿，你是可以翻篇的，是这意思吗？是因为他付出的也很多啊。那你们今天来到底是为什么呢？想解决什么问题？是现在的争吵很频繁吗？还是觉得婚姻有点进行不下去了？现在就是我对我俩的婚姻呐，包括以后的就是走向啊，都很迷茫。所以说我想请老师和主持人给我俩点，就是我明白，就帮你们出主意是吧？我问问妻子啊，就是您今天来陪他来的目的是什么？我相信你也有你自己的想法，对吧？就是调解一下，就是不要让他老开玩笑，老没事就是老说啊，你回家吧，怎么的，就是这个已经是一个心结了。他每次都说，只要我俩一吵架，他就说。你怎么看他跟你父母之间的那种关系？其实我现在也很为难，一面是他，一面是我父母，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当他每次跟你开玩笑让你回家的时候，实际就意味着你放弃了所有来跟的这个男人，好像要抛弃你，是不是有这个感受？有。所以你接受不了。对。那你后悔后来私奔出来跟他在一起吗？没后悔。对这个女人你心有感激吗？有。什么样的感激？她能为了我放弃她家和之前孩子也没保住那种痛楚吗？23、24，这么小的年龄，其实已经承担了很多人生之苦。这里面其实有几组矛盾嘛，与生我养我的父母之间的冲突，对吧？与一个在内心觉得因为彩礼而让我痛失了孩子的一个女婿眼里的岳父岳母之间的冲突，对吧？这里面有恨，有爱，有感激，有很复杂的情感，压得已经很难受了，对吧？其实我是可以接受他和他父母和好的，但是我不会去。你不会和好嘛，对吧？对，你是不会原谅的嘛。这就是说的第一层苦嘛。第二层苦，这么小的年纪，宝宝已经有了，怎么面对一个新生命？第二重苦。第三重苦，情感还没有稳定了，经历了这么多大风大浪，本身两个人还没磨合好，又做了父母，自己之间的感情怎么去磨合，又很苦，对吧？所以现在迷茫了吗？对，想听听老师们的意见。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杨老师，可能我说的话不是很好听，你们两个就是一个无能，一个无知。老公很无能的，你知道你为什么每次在你们发生冲突吵架的时候，你说你是开玩笑，但是你捡了他心中最大的痛戳他，说咱俩吵架不行，你带着孩子回娘家去呗。你背后是什么意思呀？背后意思就是你娘家还会要你吗？我没有那个意思，老师。他听起来就是这个意思呀，他知道他回不去了，你还拿这个戳他的痛。他为了和你在一起，已经离开了娘家，回不去了。不仅不认他，连他的孩子他的娘家都不认，你还拿这个戳他吗？你身为一个丈夫，一个孩子的准父亲，你留不住自己的女人，留不住自己的孩子，不是你无能是什么？无能没关系，那件事情已经过去了，所有的伤痛发生过了。如果你想做好一个父亲，就有能起来。能是一点点培养出来，先从爱你现在的这个儿子开始。我都觉得可笑，你说我孩子不让我抱，一抱就哭。你把你每天下了班8点钟坐在车里拉黑打游戏的时间，你天天的陪这个孩子，你看他还挠不挠你？还是不愿意做有能力的人啊？明明有提升自己能力的空间，不做呀。
你如果觉得我做不到，你大可当初人家爸妈不同意的时候，你拿不出彩礼的时候，你恨毒了这家人的时候，你走嘛，放人家一条生路嘛。所以就是无能啊，女生你就是无知啊。他不负责任，你对自己不负责任吗？还让自己身心都受到重创，一次无知就罢了。我看你生你现在的孩子也是因为无知有的，但是咱总要长大吧，不能因为一时冲动有了孩子现在就这么过吧，不能因为自己无知就丈夫和你沟通不好你去找别的男人聊天吧。再无知也要知道男女相处夫妻相处的底线，你就是越界了。所以两个年轻人既然冲破了重重的障碍走到了一起，有了孩子，我真的希望你们能够迅速成长。也许这个成长太艰辛了，但这是你们的选择，请你们从此培养能力，培养自己的觉知，做一对好的父母，做一对彼此体谅对方的夫妻。加油吧，年轻人！谢谢杨老师。谢谢老师。莎娜老师。爹不是个当爹的样，妈不是个当妈的样，你们没有做好当父母的准备，为什么要把这个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呢？这是我听完以后我最痛心的地方。你有什么资格去埋怨他，先生？孩子没了不是你们共同的伤痛吗？你们不应该相互疗伤吗？那是他的爸妈，你让他怎么办？怪他命不好，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拿他当摇钱树的一个爹妈。你受不了这些，你不要找他呀。你现在把没有孩子的痛全部怪在一个女孩身上。你觉得你喝完酒以后郁闷，你自己一个人在外面郁闷，他不郁闷吗？那不是他身上掉下去的肉吗？他不要经历流产的痛吗？所以你有什么资格怪他？这是第一。第二，你现在当好一个父亲了吗？没有。所以呀，你有什么资格怪他？最起码他现在在照顾自己的孩子，你有当好父亲吗？那个孩子走了，你可惜，你惋惜什么？你一辈子跟他们家人解不开这个结，你过不去这个坎儿，你过不去什么？你现在这个孩子你都不好好当爹，为什么一直要揪着这个事儿？揪着这个事儿，你是为了让他心里对你产生愧疚，你是为了让他不好过。可是你知道，在一个家庭当中，有一个人不好过，另外一个人一定好过不了的呀。而你作为他的男人，你尽到了什么责任呢？你今天站这还好意思指责他，还好意思说过不去这个坎儿。那个时候孩子没了之后，可以从家里面跑出来跟你去结婚领证。他在怀第一个孩子的时候，你怎么不毅然决然把他带走呢？你不是也有一半的责任吗？你怎么没有保护好你自己的女人呢？要怪就怪自己。姑娘，我刚才虽然那么狠的说她，但是你作为女孩子，今年才23岁，你可以放弃自己的人生，但是你现在是一个妈妈。当你决定做妈妈那一刻的时候，你就要必须明白你将要承担的责任是什么。你自轻自贱，自己看不起自己，想要做什么过火的事儿、过分的事儿都没有问题，但是你是个妈妈，你对他动手动脚的时候，你跟别的男人聊暧昧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是个妈妈？你现在告诉说我错了，我不懂，我不知道，我没有地方倾诉，没有地方倾诉的女人多了去了，难道都上网找男人聊吗？你觉得你这样的行为，你让他日后怎么能对你好？他现在心中除了对你有恨，还瞧不起你，看不起你。你20多岁把自己的人生过到现在这个样子，你说你未来怎么办？所以我告诉你的是，做了妈妈的人，为你的孩子负责任，就是为你自己负责任。你觉得跟他过不下去了，你可以不过了，你可以自己把孩子抚养长大，但是你要对你自己的人生和对孩子的人生负责任啊！不可以再做这么自轻自贱的事儿了，明白吗？明白了。就说这么多。谢谢珊娜老师。米娜老师。都叹气呀。如果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来讲，就是你的过往创伤导致了你现在恨他这个不幸流产和他的父母做的这一切。但是比起弗洛伊德来，我更喜欢的是阿德勒。
因为阿德勒的心理学流派是这么认为的，不是你的经历决定了你是谁，而是你经历之后做出来的选择才赋予了这个经历意义。我不知道你听不听得懂。也就是说，他的父母阻止你们结婚这个事儿，有可能可以成为你要加倍对他好，好给他父母看，成为他父母心中的好女婿，让他父母有一天满意的告诉你说，儿子呀，当年是我们小看了你。这段经历可能可以造就一个这样的青年，但是你却选择让这段经历造就一个推卸责任和把自己的情绪无休止的发泄，和不去跟他的父母修复关系，和不去付该付的那一部分早就谈好的彩礼嫁妆钱。你不就是以恨为自己的武器，来使自己不作为？我什么都可以不作为，我只需要说我有多恨你爸妈，我有多恨你，我就可以理直气壮的玩游戏，不管我现在的小孩要喝奶粉。我只要说我一想起你流产这个事情我就恨，我就可以理直气壮的泡在网吧里也好了，你去跟妹妹们聊天也好了，或者是干别的事儿，不就这吗？跟你一样，他拿了一个事情当借口，你也是。你拿的是因为我的丈夫不跟我聊天，所以我要跟男人们去聊天。有那么多人，还有一些我们这一些情感导师，每天晚上爱情保卫战直播间在线跟大家答疑解惑，你怎么不来跟我们聊呢？你也知道男人跟你聊的目的是什么，你顺水推舟，乐在其中，明明就是爱聊。而你们各自都还是浑浑噩噩的孩子，我也不想再说你们什么了，好自为之吧。哎呦，谢谢敏娜老师啊！谢谢老师。所以你想，你爹你妈在这个问题上是怎么跟你说的，怎么处理的？所以说，你爸妈是很宽容的人，他们明白很多事理，他们试图来修复跟亲家之间的关系。为什么要修复，知道吗？知道吗？因为不想让他说有爸有妈回不去。还有呢？还有就是不想让孙子以后没有姥姥什么的。还有呢？换个角度，米娜老师刚才就帮你们换了个角度。是，你的岳父岳母做的有些事情是让人不齿。其实我不太想评说这件事，我觉得无知吧。但是莎娜老师恰恰又在这个问题上给到了一个答案，那是养育他的父母，你又让他怎么办呢？你这个恨我能理解，但是你的做法不对。所以严老师说他是无能的嘛。你们的未来我不知道会怎样，但是我觉得咱们先把过去的事儿处理好，要梳理清楚。否则背着过去一定走不远，有些东西是化不开的，但是因为身上流淌的血液和他们曾经对你的好，那又怎么办呢？还得选择接受，对吧？对，因为试图要不接受，所以内心才有一个巨大的创伤和痛苦嘛。我也没办法劝你去原谅他们，我也没法劝你原谅他们，我只能告诉你说，为了你妻子好，希望你能跟他们修复关系。你注意，我用的是修复关系，而不是原谅，对吧？为的是谁？因为我爱他，所以我不得已要跟这些人去修复关系。能理解吗？能。不要再躲了，这件事儿是因为躲而产生的，不能再因为躲而毁了现在来之不易的生活状态，彼此珍惜吧，好吗？好，把过去的事儿处理好，一定要处理好。让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是我错了，是我狭隘了。我为此表示道歉。希望以后我们能好好的。我就希望你以后开玩笑不要老说你回家吧，怎么的怎么的，你明知道我回不去。我那真的只是
在你心里是开玩笑，但在我心里的不是。我懂了，以后不会了。谢谢两位，请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来，我们看看老师们怎么看待，他们会不会再出来？还是会双出的。对，双出吧，双出。来，咱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让我们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请亮灯。好，这个时候知道拿纸给他擦眼泪了，好好在生活里对待他，好吗？加油，好吧？好，努力生活，为了孩子。谢谢两位，请回。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主持人。谢谢，请回。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